来吧，弟弟，聊一聊，你觉得我们明天谁来比较好？就是我觉得看我们从哪个口切入吧。就是你会比如说担心你自己，怕自己有紧张或者怎么样的吗？你会有吗？还好，还好，那就行，那交给你了。我是这样想的。OK， 我觉得你肯定也会呈现得很好。就我会担心这样的话，你会不会因为你也想要表现？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机会，我就想要完全的问你。没有，真的没有。就我们之间不会有这个，对不对？对。OK， 没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心目中更合适的人选就是你。比心啊，他们最快解决了问题。朗子就是发自内心的这么想的，就是主要是因为可能我跟他有一些比较相似的经历，对，从这个点去切会比较好。OK， 我们开始，我先给你捋。你有想过怎么串起这个线吗？其实我想过一个串起整个访谈的线，就是我在微博上看到他在8月4号发布了一句不破不立。我们可以围绕这个不破不立去展开这个事情。你可以先给我一些你的点。他是前董明珠的秘书，对，他是个自媒体博主，也可以说是互联网闺蜜。有一句话他说：“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承认自己的欲望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他自己是感受型人格，心态超级无敌好。还有就是可能我们要捋一下大家对他真正的好奇点是什么。是对的。等会儿你查一下那个具体带给他的流言蜚语是怎么发酵起来的，到底是什么事情？他离职之后就开始有一些各种争议，有一些就说给你这么好的平台你不珍惜。他的前司老板在内部的一些会议里边表达的是，他是通过这个平台就成为了一个网红。格力说他接私活，有查到一些这样的信息。这个好像也是舆论比较大的一个争议点。对，说他不知感恩什么的。流言蜚语这个我再去查一下。我想一下，我觉得跟钱老板这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孟雨桐，你能够特别的明确的知道，主办方、节目组为什么请他来，公众对于他的兴趣就是这一点。如果你问到那个问题，我全部的精神都集中起来了。我想一下，他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访谈最核心的问题，这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但怎么问呢？其实这几个人里的采访，他是最难的。是的，最复杂。但是孟雨桐在之前的媒体上会呈现出一种壳很厚的状态，包括刚才易立竞老师说，为什么很多时候他不说或者不回应，他的那个防御很厚。我们再把那个问题捋一下，可以捋出来先。好，问题是，你已经拥有了最好的平台，顶级企业家亲自带你，大家都觉得你的前途会一片光明，但这个时候为什么你选择了离开？他如果选择做回答的话，他只能回答他的官方回答。或者我们就直接一点，为什么选择做自媒体呢？不，你就说为什么当下做了那样的选择？或者说为什么当下选择做回孟雨桐？不用想那么的，就是复杂。这样问他说，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回到你进入格力之前，你会选择进入格力吗？那么再给你一次回到过去的机会，你会选择把自己曝光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吗？这是一个好问题，但是他也不是问他这个的。他什么意思？这句话？他的意思是，他没有直面他跟钱老板的关系。他刚才好像他要从这往里走，对，这是一个切入口，这是非常好的切入口。我们没有办法掩饰这个问题，因为你就是要直接的问，你才能得到你直接的，你都不一定能得到你直接的回答，你更别提你这样绕着问。我只是觉得直接问这个肯定直接问不了。是啊，肯定呀。直接问不又回到那篇了？杀我一个就行了。对。哎，我们再想想。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访谈直到冰点，当然有一丝可能，你就说啊，他真的正面回答了你的问题，哇，那你这个爆了。
我想想，怎么击穿这个事儿呀？难。我又改了一半采访提纲，我发给你哦。好，就是现在咱们能想到的想问的问题都在这里面了。那这个就是咱们私人版的提纲，对吧？对，我再看一下还有啥问题不？你有没有想好穿什么？其实我觉得明天我们要穿的稍微接地气一点，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接地气的人。我们跟他沟通啊、相处啊，我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啊，你觉得我们两个人谁会更适合去采访他？哎呦，终于开始真问题，终于到这儿了，问题终于来了。就是光单拎说采访他当时的那个气场和交流感，你会觉得我们谁更合适？我觉得雨佳合适一些，他本来就是陕北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说实话啊，就真的说实话，如果这一次我搭上的是任何一个人，就是我绝对不会让。但是如果是咱们俩的话，我感觉这是唯一的例外。本来是想打这轮对辩的，怎么发现是自己辩友？这是暗自给下。其实我会有点没想到，因为我是觉得你是非常想访谈他的，因为你是西北人，而且我们聊完所有的问题之后，我想知道的问题也是你想去挖的。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你会唱秦腔，哎，对，我觉得这个相似的成长经历很重要。西北人会唱秦腔，张世文都知道。张世文把自己名字写上去的那一刻，其实他心里隐隐的已经有个决定啊，有可能。这些细节他不是没想到。如果说这个任务你放心能交给我的话，我一定会努力把它拿下来。但是包括我们沟通和明天正式采访开始之前，我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你对我有任何的期待，你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会把它做好。好嘞，顺了，最难的一关过了。我完全不担心我们的沟通、我们的内容呈现和你在那个场里把这个内容完善和呈现好的能力。其实我反而一个比较担心的点就是你已经连轴转2天了，就是你有没有心力再去同时去做收发这2件事情。就虽然1个小时深度访谈脑子要一直被调动，对不对？但你要一直转，你既要记你自己的框架，然后不要问太偏，你还要去抽丝剥茧分析他给到你的信息，同时你的那个共情始终要在，你的注意力要聚焦在他身上。我感觉这个活真的很劳心劳力。我现在的状态跟他去交流，可能我觉得是 OK 的，就是我能做下来的。如果说我做不下来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昨天我对自己的判断很重要。对，但是你会怕我拖你的，你其实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就拖你的后腿。就我怎么可能怕？对，但是因为我现在考虑到一个问题，它最后毕竟呈现的是个分数嘛，而且只有2个组有分数。如果是我最后真的没有做到你想要的那个心目中的节目的样态，你会觉得怪你？肯定不会，不是怪，就是你会觉得很可惜。就是你会觉得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努力一下，自己上一上。既然提纲是咱们一起来做的，然后在呈现者是谁，呈现的状态是我们一起来选的，最终访谈的一个节奏是我们一起来定的。那作为参与者，你就要有为他负责的打算。文儿啊，你简直是我的，好棒！真好，真好。不知道该咋说了。要现在有杯酒，我就会跟你说都在酒里了。别要酒精过敏，知己。果然是西北人。对，好爽。行，起码这个最终的呈现是我们2个共同的作品。无论是好是坏，无论是什么样子，我都信任你的呈现。我也信任我们编辑的功底。对，和我们挖掘内容的深度，也信任我们在前期做的所有准备和最后上场的时候我们共同的呈现的努力。传递一下，接下来是不是要交换戒指了？是孙中山，我要救命啊！袖子带不进去，带不进去。I do。这张世文特冷幽默。是的，你愿意吗？那就干吧，那就做吧。可以。这组游戏，感觉青春飞扬的感觉，对，特别美好哈。
就是熬夜还能有劲儿，这个真的是在我看来非常青春的一种感觉。哎呦，跟他自己奶奶学。杏花村中，花村走几山，花村。哇天哪，为了理想而努力的样子。哇，你看他满眼的欣赏。杏花村中有家园，真的很好听。所以我觉得啊，明天我们两个的话语场应该主体的感觉是轻松的。我想让他从轻松的氛围和感觉上，然后把他的情绪和内容带出来。他很喜欢就唱这种哎呀啊，他不是很喜欢那个，还是他很喜欢。对，哎，我发现他歌手所有出来的，要么就是这样，要么就是这样，他拍照也是这样。对，就他很喜欢那种飒飒的感觉。对，就唯一不同的是玉盘那场，就那个通道不大家都是走出来吗？他是站在那儿。他们还有现场的演示。啊，对，他有一个 pose，你知道吗？我觉得咱们既要保故事，又要保那么几个带刺儿的东西。就甚至白雪老师说，你让他有那么点破防，也没问题。我说那不会太冒犯吗？刚百雪老师说那冒犯。那又怎么样呢？你就在那个冒犯的那个边界上，你就疯狂说。有戏来了，来了，咋觉得接下来会很好看呢？对呀，人物访谈肯定是好看的，我觉得。各组的备战状态基本上做了我们是一个鸟瞰式的变来，然后有哪几组印象深刻？哈哈，哈哈是哪一组？哈哈组是哪一组？我现在觉得应该还是庞真、王玉那组，还有瑜伽世界，还有诗文世界，他们这两组太完整了，沟通啊，选择谁采访啊，就问得特别细致，然后也让双方都没有障碍。是的，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一个点了没有，就是。子泰和韵玲那一组的时候，一开始韵玲听不懂他们的术语，但是后面子泰做了决定之后了，他又剪了好多韵玲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功课，看了很多视频，看了很多那个他们之前比赛的经历啊，哎，好像他其实又有很多了解的视角去了。我们这个观察室从观察实习生到开始猜导师，现在开始揣摩导演和剪辑师。我们在观察后期了已经，但我感觉不是剪辑的问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感觉他们跟被采访者的连接是瑜伽他们这组和庞真的组展示的更紧密。哎，这个思路对，就是他们，我能感受到他们两组对于这个被采访者他们之间的那种好奇、那种情感的浓度，各种方面上的一个链接上，我觉得这两组在我看来是相对建立的是比较好的，他们会有一些时空上的一些交流。然后其他两组呢，我就觉得是还在为了采访而采访的那种感觉。我特别同意志胜哥说的，而且刚刚子琪哥也说了，就是韵玲做了很多的了解，但是我现在就特别担心的是，他做的那些了解都太浅层了。确实，他是一个江湖。但我有一点疑问的地方，就是刚才志胜说到这个点，我想问一下两位这个访谈大师，真是大师。别给我们架放高帽子，我老觉得后边有什么坑。这是货真价实，就是特别懂，然后又彼此有很多相似之处。会不会使得采访的时候会带有比较强的主观性，而且那个门槛会使得不太了解这个领域的人反而会觉得，哎，这是他们俩的自嗨的感觉，很容易这样，就是他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就是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采访者和被采访者老是感觉是懂的啊，你懂的。观众不知道，然后他们俩就把信息引掉了，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做功课是要了解对方。那如果你已然了解对方的话，你和他是个同行，或者是在这个领域走得特别深的话，有天然的优势啊。那剩下的就是你要保持一个觉知力，这个觉知力什么？你要觉察知道我是一个采访者，而不是来跟我的朋友唠嗑来了。比如说庞真，他有一个天然的觉得说，我和张春，我的被采访者有一些心路历程上的契合和这种同频的东西。他如果保持这个觉知，我会觉得这个采访不会差。他的不会差还有另一个判断，就是因为是张春。他的表达力。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个更极致的说法，就是说，问题不重要，被采访者的回答才重要。你可以有烂问题，但不妨碍有好回答。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合格的采访者，但是你想，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
可能性的话，我们就放在一个学生，我们最终是要看呈现出的结果来打分嘛。那我会觉得庞征和王玉在这局的胜算很大。还真是，被采访者的表达其实是整个节目后期效果非常重要的一环。当然，张春作为被采访者，我觉得起评分就已经很高了。是的，因为他天然是个表达者，天然有故事、有内容、有观点。但我觉得真正让我特别感动的点是在于庞征其实有强烈的采访的冲动，就这个动机对于一个好采访来说特别重要。所以如果真的说他内心找到了跟张春之间的链接，他有带着自己真想问的问题进入这个采访场，我觉得这个在张春的起评分上起码再加20分。是的，就他不会掉地上，所以这一组我觉得基本上我心里现在是有谱的，就是比较稳了。对，就剪辑老师忽悠我们都没办法的那种稳。这个基本盘在那。基本盘是。我刚才看里面最打动我的是雨佳和诗文两个人在决策谁来上的那一刻，我就一下就觉得，就英雄惜英雄，然后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最后那一刻，雨佳很坦诚地提出来自己就这个问题就要解决了，然后诗文那一句表达确实很动人，就是别人我都不会让，你是唯一的例外，然后迅速达成共识。同时让我觉得心里很忐忑的就是子泰那一组。怎么子泰永远是让人抓心抓肝，就挠心挠肺那个感觉，替他着急，你知道吗？老想冲进去，我就想冲进去。哎，子泰，嘿，就你能听到，你带个耳返吗？你能听见我的声音？但是我也不能说我的判断是准确的，就是说，他是不是就真得争到，然后他来采效果就一定好？我也觉得韵林他确实他不太了解，但是他也许可以从那个专业的视角里跳脱出来，在一个更宽广的人生舞台上来聊一些，就还原 Fly 是一个男孩。但是我也不确定韵林他能不能把这一面激发出来。你们听完之后，你们觉得子泰那下是应该抢一下，还是就不应该呢？我内心非常冲突。是你抢吗？那我是不会让的。哦，对，运动员出身啊，身上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为自己争取，对吧？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硬，我是认为，如果说真的是我采访 Fly 啊这个事情，那我肯定是会告诉他。就是因为第一，我可能对这方面比较了解，那我是会去争取的。然后第二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团队的游戏。是的，就是我去采访和你去采访，并不是说我们谁要去争，而是我们都想要那20分或者25分。对，我们是个 team。我去采访了，如果采访得好，我们都能拿这个分，其实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那我也会告诉他，不是说我想抢你的东西，只是说在这个考试里边我有优势，那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俩的优势都发挥到最大。你这么一说，就能说服韵林，我觉得。我不是抢你位置，我是为你抢分。对，我觉得小贺说的话，其实关系到就是你们这个做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对，你最后到底是为了拿成分，还是说我要在此时我就要完成一个自己的心愿？对，这个是排序的问题。智胜呢？智胜要是在里边是争的，是让的。因为我特别不喜欢“让”这个词儿，因为显得你很自大，就是你。就是你争，你们还没争了，你又不是说明确就你一定能争过人家，对吧？你就说我让了，那你万一你争也争不过人家呢？很有道理，太对了。你如果说哦，那这样就得我让给你，让你来，其实你自己心里也会有委屈和不服，他心里也会有点不配得感。对，你们这个团队还怎么配合？我就特别不喜欢在团队里有那种人说。哇，这个机会我让给你，这个东西我就有点不太。语词的敏锐，让你得有个前提，本来是你的才有资格让。对呀，子泰那个事情真是那样，我不去认为子泰你去采访就一定比韵林好。我觉得撇开团队说，我觉得他们想在就新闻或者记者这条路上走远一点，争一争的心态得有。真的，因为我们俩刚才对视一眼，记者的每一步都是争来的。对，这个我经常看以前那些记者，就是人家都不让问了，还得争着，这时候你再回答一下，一定要往前扎。对，你再说一下，就这个话筒还一直伸着。我觉得那个就是记者经常会要争的一个东西。是的，就哪怕结束了，我仍然在最后1秒钟，我要问出那个问题，你哪怕给我一个表情。追上2步，直到他把车门关上。对，是的，对，我曾经就因此而得到过一句特别整个那采访特别点题的金句，这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采访。然后走出他那个大门，然后我的采访机还拿在手里时候，他就以为把我送出去就转头要走，我又追上去问了几句，他就当时就那个情绪加起来了，夸夸给了我几句，
就是金句，就点题那个文章一下子就又上了一个 level。真的是还是要争的。这是职业底色，我觉得争是记者和新闻人的职业底色，因为新闻发生在历史当中，那种绝对真实是回不去了，所以这个职业就迫使你不断的往回去扎，去接近真实，对，无限接近，近1寸就是1寸的真实，所以谁最后能扎到靠近最近的那个位置，谁就是最棒的，而且越近阻力越大，越近要抵抗的那个把你往推的力就越大，你还得往里扎，还得往里扎，天哪！这是新闻大师课，绝对新闻大师课，今天没白来啊！你们在屏幕里也没白来，我们观察团也没白来，没白来。陈明是领了什么 KPI 的任务？我们要夸我们多少次在这个采访？10098次。来，我们来看下一段，雨桐和赭来女的访谈。好，开始了。加油！怎么有个小狗的味道？啊，我也觉得有一股小狗味儿。Super little dog。One day， 又是一个新的一天。百事酷宝给我报告一下今日运势。工作上要多注意细节，细心处理好手头的事情。哎 ，Hello。哦，你这个衣服很好。好吗？可以的，我觉得可以。真的吗？真的吗？这个好。你看我这身行吗 ？Very good。哇哦，好不一样！换风格，今天。你今天简直是一个总裁的感觉。我们今天主打的是一个轻熟风。哇，怎么样？好看，可以，选择不错。对啊，我先做霸总今天。霸总。哎，但我觉得你戴眼镜好看，郎子。是吗？对，以后都戴着吧。郎子小天使变郎总了。郎总。低调。小郎总。紧张怎么办？郎总，你的员工。不用紧张，我们今天做好，我们去吃顿好的。OK。那做不好的。做不好，不会做不好。哇，你不要这样，压力很大。哇，韵林，你在看什么啊？我在看直播呢，这不是双11要到了，我在天猫官方直播间研究官方严选，不怕踩雷。哇，我感觉这2位主持人好会调动现场气氛啊，而且带大家猛挖宝，特别有意思。对啊，要是咱俩也可以去体验天猫官方直播间的主持人就好了，就可以带薪探宝。没错，我也是这样觉得的。关键是能够为用户谋取很多的福利，就是能把很多的优惠信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然后帮大家省很多钱。对啊，而且呢，我们得把这个天猫双11的优惠规则讲清楚，让人家可以秒懂。哎，好想天降一个天猫官方直播间的 offer 啊！哎，我也想，那我们就给自己留一个小目标，怎么样？我们就努力工作，冲！老师好，儿子好。哎，过来，我跟你们说一下。好，你们俩先过来。老师有2个没关系啊，有2个小地方要改一下。他们那边反馈过来，就是说那个你们提纲里面第2、第5嘛，你们看一下。他的意思就是在提问的时候，就是不要以对方作为主体，就他可能还是会比较避讳那个，就是跟格力有关的东西。对。哦，前老板那个问题，还是。那我们昨天讨论那个争议性的问题不用存在。但其实还是，那你就把这个人给他引掉，这个事件可以，对吧？他的意思是不要提，其实就是你不要提这个名字。那我会觉得你现场还是要问嘛，相关的问题还是要问，你肯定不提名字就完。不提什么名字？不提董姐的名字。你不用提格力，不用提董总。OK。老师，那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昨天大家对于孟雨桐的好奇点，这场采访的访谈的关键可能就是那些他并不想启齿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气氛很好，可是其实我并没有办法问出那些问题，他也不想回答。那这个采访，只要你问到你第一次去格力之前拿到那个大 offer 是个什么样的契机，你在这过程当中你学到了一些什么，然后你离开的时候，你又经历了些什么，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他有了就可以了。对。那就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们要回去再聊。好。
哎，果然，我就属果然。怎么样？你不紧张吧？肯定紧张。小朋友们都很害怕冲突啊。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加。等我调整2个问题，你来答。不紧张，不紧张，不紧张，不紧张。你不用紧张。我不紧张。反正你这样呀，你也不要去刻意回避那些关键词，就是巧妙的问出来。Yes， 我相信你可以。我可以，我马上。你真的很可以，我相信你。你太可以了。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你把手给我，把手给我，我把我的气先传给你了。可以做好了，你看这样可以吗？哇，总裁居然为我做这样的事。走吧，车在等我们啦，我们走吧。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老子你也加油！好，加油！拜拜！加油！其实我昨天拿到这份提纲的时候，我会觉得给的有点，就是从内容角度来看，这是你的对节目的构想嘛，对吧？但是给到他的手里，给的不用那么细啊，不然他可能会觉得很紧张，心理防线会拉得很高。对 ，OK。有的时候，有一些敏感的话题，其实人家跟你第一次见面，人家是看到提纲是不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聊的。对的。但如果见到你这样一个亲和力很好的、长得漂亮的，并且同龄的女孩，她有的时候打开自己，她也愿意敞开心扉的。所以那个度其实是你当时当下去把控的。对。2个师姐真的教的都是实操细节。对。哦，好漂亮啊，这车。走走走，我们先在这儿准备吧。这个环境看起来挺温馨，挺亲切。哎，是在这儿吗？我们俩是在这儿吗？哇哦，这环境很好啊。这是现实场地。对。哎，那还行啊。然后我们写一下那个关键词，因为我发现我完全看得到，好不好？好。我们就按那个提纲写下关键词，就写。给我说关键词，我就写。好，来。第一个，职场综艺、工作选择、学校故事、毕业前夜、市场营销、自媒体、年轻女孩、误解，差不多了。来吧，我们记录一下，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特别美啊！要看看谁那么美，互相提供情绪价值。不紧张，不紧张。坐下，你就坐这儿。对。深呼吸，深呼吸。哇，这跟看电影一样，4个人的电影院。哦。哎呦，好，这有第2现场。Hello， 你好。